你好，我是环佩叮当，欢迎您一同走入今天的共读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龙井问茶》序2。我们从御茶社回到炒茶王比赛的现场，茶王已选出来了。我们就在当地买了一些明前茶，每斤要价人民币900元，品质算是很好的。这应是有信誉的茶行商家。后来我在温龙盛茶行买了一些龙井，在虎跑泉的商店也买了一些产自狮峰的明前茶，价格在700-800元左右。回到旅店试喝，未泡时色如黄金，遇水则成碧翠，未泡时香气如炒过的糙米，遇水则有蓝荷之气，味爽鲜醇，清气沁脾，真是令人三咽不忍数呀。离开杭州的前2天，为我们开车的世贸中心司机康师傅带我去六合塔看钱塘江的路上，突然拿出一包龙井茶，问我：林老师，你看这茶叶如何？我把那道用纸包着的茶叶打开，顿时香气弥漫车厢。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我就知道比我找到的茶都要好。康师傅说，他有一个朋友是满觉陇的茶农，送了几两好茶给他。他看我们找茶找得辛苦，说可以到朋友处看看。满觉陇，这名字真好听，我说。同行的来俊兄介绍说，满觉陇是盛产桂花的地方，茶叶由于熏了桂香，并不输给狮子峰。每年到了秋天，满觉陇的百年桂花盛开，清晨时分，农夫把纸铺在桂树下，去忙着农事。中午的时候回到树下，满地的桂花，以纸就地包起来，就是一包桂花了。听得我非常向往，脑中浮现出秋风轻吹，桂花落在满地白纸上的情景。这也为我解开了一个思考了多年的谜题。我以前常疑惑，一大包采100元的桂花要怎么采，又要采多少呢？现在才知道，采桂花的非人，而是秋风。央求康师傅无论如何要带我们去满觉陇，而且去的时间要快于吃一碗康师傅方便面，我说。满觉陇果然是优美非凡的地方，满路全是1-2丈高的桂树，可惜开花的季节未到，不然一定可以闻着桂香走入茶家。康师傅的朋友在家，屋外放着今晨才从山上采来的茶叶，放在屋檐下晒青。康师傅一见面就对朋友说，你尽管把最好的茶拿出来，这些都是懂茶的朋友。茶农正色说，我这里只有最好的茶，没有别的了。但他又说，明前茶早就被抢光了，现有的茶是昨天，也就是清明后3日采的，品质与明前的几乎一样，但价钱只有一半。他泡了2杯给我们试喝，只见茶叶扁平光直，叶底黄绿，在水中浮浮沉沉，明亮澄清的色泽溶于水珠，隐隐有桂花之气，滋味鲜嫩清香醇和。我闭着眼睛缓缓咽下茶汤，只发出一声清浅的叹息。康师傅着急地问，怎么样？我说，要不是接下来要去10个城市演讲，我会把所有的茶都买了。于是购满觉陇龙井茶数斤，每斤500元。离去的时候忍不住问茶农，
在秋天桂花盛开的季节，采不采茶呢？我想到陆游有《咏秋茶》诗：客声闻吠犬，草茂有鸣蛙。日蝶方催饮，秋深时采茶。如果在桂花香中采茶，一定另有滋味。福建安溪产的秋茶名叫秋香，香气高爽，不逊春茶，故有此问。茶农说：有呀，采1、2次，可以让明春的茶叶长得更好。但秋茶味道苦，价钱便宜，喝惯春茶的人不习惯的。苦有时意味的是深厚。明代的许次纡在茶书中说：往日无有秋日摘茶者，近乃有之。秋7、8月重摘一番，谓之早春，其品甚佳。想到茶芽与桂花同出，在桂树下饮茶，一阵风来，花落满怀，那会是什么样的茶，又会是什么样的秋天呢？我默默许下秋日带妻子来满觉陇饮茶赏桂的心愿。这使我想到苏轼在杭州喝茶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：白云峰下两齐心，逆绿尝鲜谷与春。静视却如湖上雪，对尝坚毅善终人。喝着细腻鲜醇的谷雨春茶，静静地尝试着，就像湖上下起了雪。品味这么好的茶，心里意念着善终的朋友呀。茶是为了友谊而存在世间的，最好的茶则是为了知味的人存在世间。我们到处找茶品茶，不也是渴望着与知味的人对饮吗？西湖的落雪融了，我们穿过柳树与桃花盛开的湖边，环着西湖有300多家茶馆，我们一家一家地走过，去赴生命的另一个约会。我是环佩叮当，感谢您一同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，咱们下期继续。